很高兴您来到 Star 频道。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拿下事后6个月，资本终于出手了。赵丽颖的处境证实了黄渤的话：尊严不是别人给的，而是藏在心里。这是赵丽颖在电影《向阳花》宣传时所说的。中专学历，农村出身，选秀出道。赵丽颖的起点与学院派毫不沾边，她的演艺生涯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，以近乎执拗的韧性，在质疑声中撕开一条梦想之路。这位来自河北廊坊的小女生，身体里究竟蕴含什么样的能量，能一步步修炼成影视圈大女主的？一路被黑的顶流事后，想当初在节目里因为用嘴包住瓶口喝水，赵丽颖都能被网友喷得体无完肤。对初出茅庐的赵丽颖来说，这是她第一次见过那么多人的网络暴力，一时间成了她的噩梦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赵丽颖依然对此事心有余悸，在一期节目说：“我没想到喝水也会变黑，只是因为我的喝水姿势不对。”2014年，关于赵丽颖的所有最难听的黑历史在这一年统一爆发，包括让赵丽颖滚出娱乐圈，还有借更换经纪人黑赵丽颖人品。这一年本该是赵丽颖的大爆年，却在大面积黑料的压制下没有爆。在第28届金鹰奖上，赵丽颖凭借大火的花千古一角收获了观众喜爱女演员奖。去年凭风吹半夏在金鹰奖2度封后，赵丽颖激动落泪，感谢角色、观众及剧组。这位来自河北廊坊，在横店一路闯关的中专场妹，终于活成了自己心中的样子。赵丽颖的成名路一直伴随着各种黑料，以及观众对她演技的挑剔。毕竟，她确实不是科班出身，在遍地都是研究生的社会中，中专学历实属不堪入目。但赵丽颖就是从这么一个影视小透明，一步步变成了大女主，收获了不少真正喜欢她的粉丝。喜欢赵丽颖的观众都能感受到她身上的韧性，会称赞她的演技是狠劲爆发，不喜欢她的观众批评她浮夸悬浮。一张脸静下来，粉丝会夸眼睛里有故事，静水流深。不喜欢她的人就会对始终一个表情，面瘫演技。当然，这也没什么不对，毕竟演技强如陈道明。也会经常被观众质疑演什么都是皇帝，真害怕他一张嘴就是朕。没有人能取悦所有人，情人眼里才会出西施。赵丽颖身上的争议声一直都很大，而且就没有停过。绝望文盲。赵丽颖主演的《向阳花》上映清明档，冯小刚导演，大咖云集，但电影却以2极分化的方式在互联网上引起争议，网络讨论声很高。尴尬的是，票房没上去。根据猫眼的预测，《向阳花》票房预计不会超过2亿元。第20条大家还记得吧？票房超过24亿元。《向阳花》这部聚焦刑满释放女性群体的影片，是赵丽颖继第20条后的又一次现实主义题材尝试。同样的类型，同样聚焦底层苦难，还是眼下最热的女性题材。《向阳花》却是风光开场，稀碎收场，最终很可能达不到第20条票房的零头。最被观众诟病的是情节失真，角色刻板。不止观众在讨论，央视专家也下场指出，认为该电影消费女性苦难为女权主义，并且刻意制造戏剧冲突。专家表示，以电影里展现的情节来看，人为设计出来的没来由的恶不够真实。实际上，在监狱里会进行心理矫正，也会推出职业培训，不至于如此。赵丽颖的表演也被指浮于表面，被搜身时的被动反应，为300元出卖身体的桥段，被认为缺乏真实感。当然，既然是2极分化的口碑，那局面也不是一边倒。有网友现身说法，表示专家的话也过于绝对，
过于理想化。释放人员的真实状态就是电影里那样，生存技能的缺失，导致他们再次在法律的边缘试探比较常见。专家的见解过于理想化。还有网友搬出一个事实：电影改编自教改往事，书作者崇安是一个真蹲过铁窗的人，在里面实打实过了7年，不至于在真实感上犯错误。有影评人看到了他的突破，从柔弱到狠厉的转变中，他展现了毁容式演技，谄媚老板时的市侩，用石头砸向恶人时的癫狂，这些瞬间颠覆了过往的甜妹形象，呈现出亦正亦邪的张力。豆瓣短评中有观众感慨，赵丽颖的沉默比台词更有力量，眼神里的疲惫与倔强让人震撼。网络上评价的分裂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事实：市场对女性角色复杂性的接受度存在差异。赵丽颖敢于在争议中探索表演深度，也确实勇气可嘉。电影里有争议，电影外有围剿。赵丽颖确实是带点倒霉体质的。在为向阳花宣传时，她在社交平台上想引用电影里的一句台词“与群魔为法侣”，却把鱼写成了鱼字，再一次引起热议，网友集体高潮。不少网友嘲笑她绝望的文盲又来了，没内涵就别秀了，又被揪住小便了吧，人要懂藏拙。互联网上对内鱼酒漏鱼的嘲笑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，每一个绝望的文盲都有网友的口诛笔伐。网友愤慨的点，最重要的是这一条：你一个大明星，连基本常识都不懂，凭啥挣这么多钱？但不难发现的是，有关赵丽颖的采访表达很流利，基本没有断片的情况。她对问题的把握也比较准确，能够清晰地输出一段段的长内容，这实在不太像一个文盲应有的逻辑思维和知识储备。鱼字的错用，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他注意到了网络上风评，于是借谐音表达态度，特意用之？随着网友讨论的热度越来越高，赵丽颖直接改正，估计也是不愿意事态失控。票房已经不如预期了，再整活难免又被嘲笑。为了一部破电影这么拼的吗？多说多错，一句话就被无限放大，一直延伸，弄得所有人都不敢说话。也难怪很多人诟病，内娱已经慢慢没有活人感了。河北廊坊一个小地方走出来，没有背景，没有师承，从群演演起，横店常驻，一路走来，导演指骂，同行排挤，黑子猖獗。赵丽颖这一路走来，始终面临着被大做文章，但她身上有一种近乎执拗的韧性，指引着她前进。赵丽颖的韧性不仅体现在角色选择上，更渗透于职业态度中。演员宁静曾在综艺中提到，赵丽颖始终记得她早年跑龙套的经历，有时候对方早已忘记合作细节，她仍将每一次微小机会视为魔力。从电视剧到电影，从古偶女主到边缘女性，赵丽颖的每一次选择都伴随着风险与质疑，却也推动着表演维度的拓宽。赵丽颖的韧性是草根逆袭的励志脚本，她的韧性早在成名前便已刻入骨血。初入行时，她曾在《金婚》中饰演少年童多多，戏份寥寥，却抓住机会打磨细节。在《新还珠格格》中，她将巧儿温婉灵动的特质演绎得深入人心，逐渐崭露头角。花千骨极富层次化的表演让她跻身顶流。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塑造的经典女性形象，也让观众赞口不绝。然而，赵丽颖并未满足于此，对她自己而言，电视剧是起点，她开始冲上更高阶的战场——电影市场。从2017年乘风破浪的喜剧尝试，到2024年第20条中聋哑母亲郝秀萍的催泪演绎，她不断挑战大银幕的表演边界。尽管向阳花中高月香一角被批评缺乏底层逻辑、方言生硬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
她敢于选择一位游走于道德灰色地带的复杂女性角色，为女儿铤而走险的母亲，出狱后挣扎求生的边缘人，以暴制暴的狠角色。这种突破本身已是对舒适区的彻底背离。导演郑晓龙评价她像一块海绵，不断吸收、重塑自我。在向阳花拍摄期间，为贴近角色，她深入女子监狱体验生活，学习湖南方言，甚至在动作戏中拒绝替身，导致身上多处淤青。无论是向阳花票房未达预期的挫败，还是转型期的阵痛，赵丽颖始终以不认命、之拼命的姿态回应。黄渤当年说的那些话真应景，不红的时候身边全是坏人，红了以后全变成笑脸。赵丽颖现在不就正经历着这冰火两重天吗？专业人士开口就戳肺管子，说影片失真扭曲，这评价够犀利，直接让赵丽颖从云端摔回地面。网友更是吵成两派，有心疼她被资本坑了的，也有说她接戏不谨慎的。但毋庸置疑的是，赵丽颖的韧性是草根逆袭的励志脚本。赵丽颖未来的路，或许正如向阳花中高月香手持刀尖对准命运的意象，在行业的裂缝中劈开一道属于自己的光。可能需要更精准的剧本选择，更深入的角色共情。这位非科班顶流的发展之路，注定不会止步于争议与标签。关于赵丽颖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